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气胸潜水，倪妮永久伤腰。演员拼命的钱被管虎砸海里听响了。那天刷抖音，看见东极岛剧组放的花絮，朱一龙在水下拍逃生戏，脸憋得青紫，眼睛充血到快睁不开。工作人员说，他为了演渔民阿碧，每天泡在水里6小时，练闭气练到缺氧晕厥。我心想，至于这么拼？结果一查，好家伙，这片子光沉船实景爆破就烧了8000万。剧组在扬州挖了个亚洲最大水池，能模拟200种巨浪，连机械臂都是6轴摇摆的，就为了还原2战货轮被鱼雷击中的颠簸感。烧钱烧到丧心病狂。管虎这人拍电影像搞军备竞赛。听说他为了一复刻里斯本玩号，把扬州影视基地的钢材全包圆了。造完真船还不够，还得真炸，轰隆一声，几千万预算跟着沉海里。离谱的是水戏，40%镜头在水下实拍，剧组搭了5个恒温水池，最大的占地9000平米，水温常年控在26摄氏度，就怕演员抽筋。吴磊考潜水证时查出来气胸，医生警告他别深潜，结果他扭头就往9米池子里扎，拍完直接送氧舱。演员片酬不存在的。一开始我也以为6亿成本里起码3亿给了朱一龙、倪妮这帮顶流，结果制片人梁静跳出来喊冤，演员全是片酬打折加拼命三郎模式。朱一龙主动降薪，条件是把钱省去搞水下特效，倪妮晒成黑炭头，素颜穿破渔网，背上永久性拉伤。吴磊更狠，剪枝剪到肋骨突出，被浪拍晕2次。难怪首映礼上梁静红着眼说，这仨孩子片酬加起来不如某流量综艺一季零头。双引号，管虎的背水一战。管虎这几年过得憋屈，831亿票房封神后，监制的《鬼吹灯》网剧被骂5毛特效，狗震票房扑到妈不认。这回拍东极岛，他赌上了身家性命。剧本找了张继夺冠和董润年，我和我的祖国双保险。镜头语言直接对标诺兰、敦刻尔克，用 IMAX 摄像机对着海浪拍，把渔民划木船救人的镜头剪出千军万马气势。戛纳展映时，外国观众看到沉船戏集体鼓掌。管虎蹲走廊抽烟手抖，再拍不出爆款，我真的退休了。双引号，暑期档的修罗场。这片子命途多舛，原想7月趁长安的荔枝没上映抢跑，结果撞上南京照相馆黑马逆袭。申奥导演的这片子靠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题材，2周狂卷18亿，豆瓣8.6分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东极岛宣发级的跳脚，我们渔民救英国战俘，哪有他们中国人救中国人催泪？院线经理更现实，直接放话，首日排片给你25%，但票房若低于9000万，立刻砍给照相馆。口碑撕裂的双刃剑，首播点映评价2极到离谱，夸的人吹爆水下长镜头，海水灌进船舱时，战俘指甲抠铁窗的嘶吼，我汗毛都立起来了，骂得狂刷1星。管虎又搞技术大于叙事，朱一龙再帅也救不了流水账剧本。扎心的是豆瓣热评第1，去年纪录片《里斯本玩沉默》9.3分，珠玉在前。你花6亿拍个英雄渔民偶像剧，光线传媒股价应声跌了3%，董秘电话被打爆，你们赌这么大，不怕成第2个蛟龙行动？注：博纳10亿大片回炉重造惨案。渔民阿碧说，人不能见死不救，可当东极岛需要20亿票房才能回本时，观众会救他吗？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